去年此时 ，FEVM 发布了全球首台3升以内的装载 RTX 4090M 移动独显的小主机 FN60G。而现在 FEVM 即将给我们带来这台全新的强悍小主机，它不但有同样强大的 GPU 独显，还有大家一直期待的业界十分优秀的标压 CPU。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7 9800X3D 标压 CPU 以及 RTX 4090M 16G 移动独显的 FEVM FA65G。FN60G 搭载的 CPU 是英特尔 i9-14900KF 顶级的标压 CPU， 功能全面。而全新的 FA65G 搭载的是 AMD 明星标压 CPU 9800X3D， 擅长游戏，同样是3升以内的超级迷你主机。大家是喜欢核多的 14900KF 还是有特殊配置的 9800X3D 呢？ FEVM FA65G 装置 AMD Ryzen 7 9800X3D 标压 CPU， 8核16线程，装置 NVIDIA RTX 4090移动独显， 16G GDDR6 显存，内置 3D V-Cache， 96兆币 L3 缓存，双通道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 NVMe 接口，视频高刷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测试样机只有主机和电源，这电源是最小的大功率氮化钾电源，不是大板砖，一共330瓦功率，20伏 16.5 安。小主机的顶部有厂商的 logo， 银色哑光铝合金外壳，入手挺沉的，实在是太重了。前面板双 USB 3.2 进 2A 口 SD 卡插槽， USB 3.2 进 2C 口 10G BPS， 耳麦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 USB-C 独显接口输出 DP 信号， HDMI 2.1 接口，双 DP 1.4 接口，双 WiFi 外置天线接口，核显的 HDMI 接口，双 2.5G 网口，4个 USB 3.2 进 2A 口，20伏电源接口。后部、两侧、底部都有通风口。卸下底盖4颗螺丝，轻轻揭开底盖，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双 DDR5 内存插槽，5600兆赫兹，最大可以安装 128G， 一组 PCIe 4.0x4 的 NVMe SSD， 空置另一组 PCIe 4.0x4 的插槽，旁边是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没有堆叠。进入 BIOS， 已经图形化、中文化了，给个好评。这里是断电重启设置。内存显示，这里是2根 48G 共 96G 内存。CPU 功耗性能释放设置有65瓦和90瓦，我们设置的是90瓦，作为今天的测试基准。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几乎保持一条直线稳定在90瓦，整机功耗175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4G 赫兹，在单烤的1小时内 FA65G 的 9800X3D CPU 功耗一直保持在90瓦，室温22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95度，原厂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4度。我们首先使用 FA65G 的 9800X3D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8分6秒，共计486秒。486秒的成绩非常好，基本上和目前迷你主机上的顶级移动 CPU Ryzen 9 HX370 以及 Ultra 9 285H 差不多。CPU Z 多线程8591，单线程822.3，多线程稍低于 HX370 和 185H 差不多。Geekbench 5多核15827，
单核2408，多核成绩超过了 HX370 和 285H 差不多，单核是 X86 CPU 第一。Geekbench 6多核17632，单核3277，不管是多核还是单核都非常强。单核是所有 X86 CPU 第一名，多核比 HX370 和 285H 高，接近 Max Plus 395，仅仅低于核数多得多的 275HX 和 14900KF。Cinebench 223多核21854，单核2090，多核成绩和 285H HX370 持平。Cinebench 2024多核1250，单核130，多核成绩比 285H 高，和 HX370 持平。Passmark 多线程39756，单线程4429，多线程成绩与 HX370 和 285H 持平。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FA65G 9800X3D 的90瓦性能发挥，多核性能与 HX370、285H 各有胜负，处于伯仲之间。单核性能居于 X86 CPU 最前列。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2723425， CPU 得分1362106。我们还给这台 FA65G 9800X3D 运行了 OpenDower 测试， AES 1014617， XX20 3577795， CoreMark 6365591，在 CoreMark 成绩上最接近 HX370。 F1VM FA65G 它装置了 RTX 4090移动独显。我们先跑 3D Mark 的测试， TimeSpy 18812，大概比 ROG Luck 970的 4070M 高了接近 60%， 比今年最新的 ROG Luck 2025的 5080M 要低一些，和本家的 FN60G 差别不大。Firestreak 48971，比第二名的 ROG Luck 2025的 5080M 还高了一丢丢，也比同样 GPU 的 FN60G 高一些。Still Nomad Night 148.22 FPS 和 FN60G 差别微弱，几乎一样，低于 ROG Luck 2025的 5080M。 接着来看 RTX 4090 Laptop 的功耗表现。我们先单考 RTX 4090，看到它平均跑在115瓦，接着加入 CPU-Z 压力测试来双考， RTX 4090仍然维持115瓦，9800X3D 保持在90瓦稳定输出。接着来玩游戏，荒野大镖客2 4K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68帧，比较一下同样设置下的 FN60G。 古魔丽影暗影 4K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87帧，和 FN60G 是一样的。地平线5 4K 极端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不开 DLSS， 普通场景100帧，复杂场景接近90帧，比 FN60G 稍高一些。地平线4 4K 极高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不开 DLSS， 全程170帧以上。最后我们测试黑神话：悟空 4K 超采50，使用 DLSS， 开启真生成，画质全部影视级。测试结果是平均帧75帧，实战一下。
这就是 RTX 4090独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目前这块显卡的性能算是迷你主机中非常强大的了，9800X3D 也同样发挥出很好的实力，某些游戏比14900KF 表现好。但是我们主要测试的是 4K 游戏，还设置很高画质，那么瓶颈主要是在显卡 ，CPU 对游戏的贡献表现比较少。我们也让 16G 的 RTX 4090独显跑大语言模型测试，贪吃蛇编程问题，最后结果是 87.15 token 每秒，比 5080M 差了一点点，排名我们所有测试的小主机的第2名。跑本地翻译服务大语言模型测试，跑到了94 token 每秒，很不错啊。HDMI 2.1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满足满血的 HDMI 2.1 FRL 标准。Type-C 和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160赫兹，此时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120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原厂 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7300兆频每秒，达到了 PCIe 4.0 X4 的最高水平。WiFi 测试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60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的一般水平。Realtek 螃蟹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v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这些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FEVM FA65G 装置了 Ryzen 7 9800X3D CPU 和 RTX 4090移动独显， CPU 90瓦的性能释放， GPU 11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双烤时整机最高功耗290瓦，待机最高功耗54瓦。按上面这些结果，咱们330瓦的氮化镓电源可以轻松搞定。室温24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57度， SSD 待机温度42度。这台小主机 CPU 90瓦性能释放，单烤 F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0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42分贝。3D Mark 的 TimeSpy 测试时，机身噪音是49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接近42分贝。FEVM FA65G 装置了 Ryzen 7 9800X3D CPU 和 RTX 4090移动独显， CPU 90瓦的性能释放，性能在所有迷你主机前列，和 HX370 285H 差不多。 GPU 115瓦的性能释放，图形性能在所有迷你主机中排第2。接口配置达到了很高水平，双 PCIe 4.0 双 2.5G 网口，4个高刷显示输出接口，全部都是独显直连。说到缺点，功能上我几乎找不到，可能这外壳是否能做得再精细一点，质感更好一点。总结一下， CPU 90瓦的性能释放，接近 HX370 和 285H， GPU 115瓦的性能释放，达到了目前迷你主机的顶端。散热稳定，静音优秀， CPU 性能、图形性能、散热设计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它是本年度优秀的独显迷你电脑。不过4090肯定不便宜，9800x3D 适合打游戏，有这种需求的朋友们，请直接联系厂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